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习近平有多少身家啊？这不是我想出来的题目啊，这是有一个英国杂志叫 Spears 啊，他们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分析。这个最新的统计分析，然后做出来之后呢，就有一些媒体在引用来在讨论这个议题。我看到这个议题我很感兴趣，所以我也用了今天一个上午的时间来分析这件事情。我在这里要讲的是第一个，这是没有答案的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啊，我们只能用一些我们可以量度的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现象。就说我们今天会不会有一个数字？会的但这个数字是不是实际的情况？不是这个数字只能反映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先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讨论这个问题是个开放性的话题等一下大家都可以来发表你们的意见，好吧？我先说新闻。英国杂志叫 Spears 他们最新的研究认为，习近平的净资产这就是一种描述方式，这很准确这个词汇叫净资产。净资产是15.1英镑，15.1亿英镑他的身份是政治家。这个杂志呢，用网络扫描的方式，尽量的搜索这种高净值人群的身家然后用他们自己独特的计算方式他说是用一种累进式的计算方式来计算他的身家然后在他这个杂志的这个分析，他是这么分析一个习近平就读于清华大学，这些都会影响他的身家的，他把影响他身家的各个要点都拿出来习近平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这个大学培养中国执政精英文明74年作为耿彪的助手开始他的政治生涯，这都是跟他的身家有关的这个关系点然后习近平在河北担任了3年的县委书记，87年调到宁德担任区委书记那么应该是地委书记。1998年到2000年担任这个福州市委书记，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03年调任浙江担任省长、省委书记。期间民营企业在该省的研发投入翻两番。07年去上海担任这个中共中央政局委员，然后他就政局常委之后就任命为国家副主席。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年担任国家主席、国家元首。他的著作治国理政是2014年出版的政治哲学汇编，在亚马逊排行榜政治与政府亚洲类别排名前50。同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习主席语录集。2014年习近平被古巴政府授予最高荣誉勋章。2017年他成为第一位出席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国家主席。Spears 呢是一个英国的这个财富管理杂志的品牌，他专门研究这种高净值人群那么所以他就算出一个习近平的资产净值15.1英镑，15.1亿英镑那这个计算方式就让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超出大家想象，习近平资产净值才15亿英镑太少了。我也认为，这个杂志呢有2个基本错误2个基本错误不是误读是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这个杂志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2大经济体所积累的财富没有概念就是说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它累积的财富有多大的规模，他们没有概念。中国最富有的2个人第一个就是马云的财富是4377亿人民币
第二名是马化腾3683.2亿人民币啊。那么这两个人加在一起是8060亿啊，8000亿啊。那么习近平去年11月啊停止蚂蚁集团上市，那马云持有蚂蚁集团8.8%的股权，当时他的融资是350亿美元，那么3500亿美元，融资规模350亿美元，它整个的资产净值这个蚂蚁集团是超过，我印象中是超过3000亿啊。那么蚂蚁集团的8.8亿值多少钱呢？值716亿美元啊，值合人民币是4400亿人民币。当然股份没有变，但是这个资产价格就不一样了。原来他手上一下子多出4000多亿，现在一下子4000多亿没办法变现啊。虽然值不值4000亿我们可以再讨论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杂志对中国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它累积出来的财富没有概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对中国官员，我们且不说国家主席啊，这到习近平这个地步，他对中国的官员可以摄取的财富缺乏想象力啊，缺乏想象力，这是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杂志的对中国官员能够摄取多少财富，他没有想象力，没有想象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累进制的计算是有错误的，不是说习近平的各个要素加在一起就值这么多钱，不对。为什么？你可能到李克强那儿有可能啊，你可以这么算，但从李克强变成习近平就不能这么算。为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一人之下，这个人还是一人之下，但是万人之这个成为人主这个概念，他所拥有的财富和在人主之下其他的人是另外一个层次，这完全不一样啊。就是说，当他成为一个人主，在中国成为一个人主，国家主席这个总书记的时候，他获取财富和之前累积的这个规模不是一个等级啊，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同一个范畴，所以他这种累进的计算方法肯定是不对的。那我们怎么去分析习近平的财富啊？我们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层面分析什么？官员，所有的官员，因为他是官员嘛，他是官嘛啊，他跟马云、马化腾不一样。马云、马化腾他是商人啊，商人是去挣钱，官员不是，官员是拥有的权利，他主要的财富来自于权利。商人拥有的财富来自于他的企业赚钱的能力，所以他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从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官员，另外一个层次是什么？国家主席或者是人主，人上人的概念啊。那我们先谈官员啊，官员。中国的官员摄取财富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什么？第一个因素就是官员控制财富的权力非常的大，就是我举个例子哈，官员管预算啊，官员管一笔钱啊，官员管政府的钱，政府的工程啊，官员管一个行业啊，一个行业有很多的钱啊，比如说文化部它审批什么？审批游戏软件的许可证啊，游戏软件里面有上千亿的行业啊，他管许可证，你拿不到许可证，你没办法发行你的游戏啊，所以政府官员手上的权力可以控制财富啊，这个权力非常的大，这么大的权力，同时呢，它不受约束，所以官员摄取财富，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控制财富的权力很大，而且不受约束，这第一。第二，权力能够变现。你比如说像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呢，官员就按照他的级别享受待遇啊，享受待遇当然就是差别待遇啊。那么有房子住，有车子开，有秘书，有服务员啊，但是他不能变现，他没办法套现，他手上权力可以很大，他的很大的权力会变成什么？变成他的待遇啊，但是他没办法变现。但是中国一改革，哎，出现了个市场，市场就能变现。那比如说，为了比如说这个煤矿，煤矿为了获得这个煤矿的许可证，他去找那官员，我送你1个亿，你把那许可证给我，我去采矿。采矿为什么能？因为一采矿我就能有钱，所以我就给你1个亿，所以政府的权力就变现了啊。这就2个原因，就是一个是他管理财富、支配财富，另外一个他支付财富的权利能够变现，因为有市场经济啊。就这2个因素啊，就是官员由于这2个因素，官员就能够摄取财富啊。那么获取财富，官员获取财富通常有3个途径啊，通常有3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剥夺，剥夺个体啊，剥夺这个私营企业啊，剥夺财富啊，剥夺你把你的企业找个人把你给收购了，抢掉啊，就是剥夺，或者剥夺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啊，剥夺的财富啊。那么还有一个就叫利益输送啊，利用我手上的权利，让一些人得到更多得到好处，然后他把一部分好处再给我，叫利益输送啊。或者还有一种叫什么，获取资产孳息啊，资产孳息。为什么？因为有些资产通过这些资产能够获得利益，那么他通过这些权利，通过他控制的资产，或通过权利或控制的资产，获得这个资产的回报。他不一定要拿到这个资产，他可以拿到这个资产的回报啊。就这三种，通常就3种啊。那么你可以看啊，中国这个贪官之罪，贪官之罪是谁？公开记录的有贪官之罪，叫武长顺，武长顺是天津政法委的副书记，是个副厅级干部啊，当公安局长，然后他贪了多少钱？74亿啊，副厅级干部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现在的官员，就是他们所涉及的财富，厅级干部可以奔100亿，就是你极端的话可以上100亿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谁呢？这就是这个利益输送。你看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那就把你抓起来，然后就跟你要钱。你不要钱，你反正揪你个错还不容易嘛啊，然后你就给钱，或者是讲情说情啊，你被抓了啊，然后就找我，我帮你搞定摆平，然后你给我钱，就这样啊。所以你可以看这种贪官就是利益输送啊。那么还有一种是像什么？像那个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赵正永他涉及什么？上千亿的矿权争夺，赵正永啊，所以你看省委书记、省一级的这个省部级官员已经过1000亿了，已经现在是1000亿的概念。那么再比如说华融董事长赖小民之前枪毙的啊，去年枪毙的应该是啊。赖小民啊，江西人啊，贪污受贿18亿，家里放了2亿，他妈那儿放1个亿啊，一分钱不敢花，放现金啊，喜欢数现金，高兴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利益输送啊。像当年的这个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把这个企业的老板抓起来，说他是黑社会，然后把他的企业剥夺他的企业，找个人来收。薄熙来在重庆叫黑打剥夺，所以你可以看到，通常这种地方政府官员剥夺比较多，就用剥夺的方式啊，贪污企业啊。
贪污把这个企业据为己有啊，这地方政府比较多，但是通常到了中央呢就少。一般来说，因为什么？当你到了中央的时候，你控制的这个资金规模、资产的规模就非常的庞大，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啊，这中央政府一个政策下去，那都是上百亿的这些后面的价值啊。比较例外的是什么呢？比较例外的是山东鲁能啊，山东鲁能是个国企啊。2017年，山东鲁能它当时的资产是过千亿啊，账面是738亿。其实山东鲁能是个很大的集团，过千亿的资产，最后呢37给变卖掉，私有化啊，变成了北京的2家完全没听过名字的这个企业把它给收购了，收购，然后这个事儿被财经杂志爆出来，然后引起轩然大波。最后这件事情一查，谁呀？曾庆红的儿子啊，曾庆红大家知道，政局常委啊，这个我印象中后来是政协主席吧啊，政协主席这个江泽民的大内总管。江泽民从从上海去这个北京，谁都没带，只带了曾庆红去啊，谁都没带，只带曾庆红。曾庆红就是他秘书，后来就是中办主任，后来就是政局常委，后来做了政协主席吧，我印象中好像是国家副主席啊。曾庆红跟江泽民是老乡，他们2家的祖屋都在江西吉安，他们2个祖屋相距10华里啊，所以中共的官员，当然江泽民的这个籍贯写的是应该是上海吧啊，我印象中，但是其实他是吉安人，江西吉安人。曾庆红也是曾山的儿子啊。那这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这个鲁能集团这件事。鲁能集团这件事情成为什么？成为曾庆红的其中一个痛脚，被捏住。所以曾庆红到后来也没有什么作为，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是鲁能集团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从官员的角度来说啊，从官员的角度来摄取财富的概念。就是你大概可以省部级吧，大概是过千亿的财富，你可以够得着的财富大概是过千亿。这个厅局级干部大概是过百亿，大概是一个现在的这个官员的这个财富的状况是一个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就从人主的角度来说啊，他国家主席嘛，总书记嘛，这个大权独揽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用富有四海的概念来形容这个习近平的财富呢，也不对。我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他其实不拥有中国的财富啊，全部的财富啊，因为这不合法啊。那么他可以有权利支配很多财富，也可以摧毁别人的财富，但是他不能合法的拥有它，这是个问题啊，这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去看。我经常讲习近平富有天下，富有四海，但是他不能说四海的财富都是他的啊，因为他不能够名正言顺的拿出来，哎，这块给你，这块给你，他不行，他不能这样干啊，不能这么干啊。所以以他的身份，以他的地位，以他的权利，他摄取财富的能力无出其右，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啊。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不是拿到这个财富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拿到财富怎么持有的问题啊。当然，他肯定是不适合在他名下拥有太多财富，包括他的家人啊，他女儿啊，他老婆啊都不适合。为什么？不方便嘛，还是不方便的，还是会说闲话。大家要知道，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对于一个政局常委这种级别的高高官来说，他最重要的是让自己没有把柄啊，所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很重要的一个是不能让自己有把柄，所以他名下他家人名下不会有很多的财富。那当然，他可以隐蔽的方式去持有很多的财富啊，这个可以有，但是这个大家就不知道了啊，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从一些落马的官员来看，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取向是什么啊？我们就看谁，先看一个谁呢？先看薄熙来，薄熙来还是有抱负的，薄熙来是这个习近平的有力的竞争者啊。本来薄熙来是要跟习近平一争高下，后来薄熙来下台，当然有他自作孽不可活的因素，但是也有习近平不高兴的因素吧。啊，这里面就是啊，薄熙来最后是薄熙来是政局委员啊，然后重庆市委书记。政局委员呢，应该是个政局委员，算是个副国级吧，啊，副国级。那么他的罪名最后是什么？贪污受贿2100万，2100万在薄熙来这个级别，那根本就是根本不是钱啊，所以可见薄熙来还是有点政治抱负的啊，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周永康啊，周永康正国级，按照原来的约定，中共党内的约定，就是上了政局常委是不办的，是不能办、不能碰的啊，叫刑不上大夫啊，就是正国级都不碰啊，所以理论上来说，正国级你搞多少钱，理论上都不能碰它啊。但是最终周永康还是碰了，周永康碰的原因是因为犯了大忌啊，犯了大忌，动用这个武警啊，他动武警啊，一动武警，一动军队，这个党内就不相容了，所以最后周永康也被办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办了以后呢，他报出来的数字是什么？就是1.3亿啊，1.3亿那是个非常小的数字啊。对老百姓可能是天文数字，对周永康这种正国级来说，那就是零花钱，所以这都很少的数字。我们再看谁呢？再看当年的陈锡同啊，陈锡同是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啊，陈锡同下台的原因，后来说他贪污受贿啊什么的，都是其实政治斗争没办法入刑，那就找一个类似贪污受贿是最常见的方式。当时陈锡同下台的原因是因为他跟四川省的省长叫肖央啊，肖央两个人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告状，告这个江泽民的状。邓小平收到这个信之后，转手就交给了江泽民，所以这两个人就给处理了。肖央因为在四川名望还是不错的，所以最后没有处理肖央啊，处理了陈锡同。陈锡同在北京当书记，就在身边，江泽民没有安全感，所以直接把这个陈锡同给抓了，说他贪污受贿。陈锡同真是个清官啊！陈锡同后来这个，我看个纪录片讲陈锡同贪污腐化，说他搞女人啊，搞女人其实他是陈锡同真是个冤枉冤案。陈锡同所谓搞女人，就是陈锡同跟他应该是那是一个发小，那是个老太太，根本就是个老太太，两个人青梅竹马，后来在一起。啊，这跟这个贪腐化没有关系，那是真是情感问题。然后陈锡同，我们以前开两会也是，天天穿个军大衣，他没什么爱好，就是爱拍照，别人送什么呢？讨他欢心就送相机，所以他家里好多相机啊，好多照相机，各种各样的名牌相机。说他那个什么贪污腐化，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个农民房，这个北京市郊有个农民房，他没事就在那睡觉。拍个照啥的，根本就没有。你用现在的官员标准去看，陈锡同他就是个清官啊，没有什么钱。
所以你可以看啊，你可以看，就是其实当他的官员来到一个这种级别的时候，你像比如说像当初的这个上海市委书记叫陈良宇啊，陈良宇也是帮别人挪用这个社保基金啊，也是被这个胡锦涛办的啊，胡锦涛办的案子啊，就他当然原因是因为他是这个江泽民的人，也是捏住江泽民的其中一个痛脚，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陈希同的案子里面也没有很多的钱，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他们能够在这个位置上能够站住，他不可能在他的名下动用，就是持有很多的财富啊，这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问题。但是他有没有财富呢？我们怎么去量度他的权利怎么跟钱有关系呢？这里我跟什么有关？跟我们怎么去确定财富有关系啊？就说我们举一个比尔盖茨的例子啊，比尔盖茨过千亿资产，过千亿美元的资产，那么他这些资产对他有意义吗？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是，它可以用这些钱去改变这个世界。跟他我们已经讲的，当比尔盖茨这种级别的这个富翁，财富对他的意义跟我们是不一样。我们上来有钱，先买个房子再说，对吧？这个财富对我们来说是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它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他早就已经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的财富更多的是拿来干什么？价值对他来说最有重要的价值就是他去改变一些事情，改变一些事情的进程，改变一些事情的发展，或者让一些事情发生。这就是财富的这个概念。我们如果把这个财富的概念套用到这个像习近平啊，像这个李克强他们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衡量，什么东西呢？我举个例子啊，当然政府官员手上有很多的权利，这权利也可以支配很多的资金，支配很多的财富，但是他毕竟不是他的，不能够随意的。很多人讲啊，他权力很大，所以他想怎么干，其实也不是这样。就如果你真的了解政府的话，你了解政府官员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他也是身不由己的，就是说他不是那么随意的。你比如说我是个省长，一年这个省的我们省级单位的这个财政收入1000多亿啊，然后财政支出也是1000多亿啊。我中间我有很大的权利去改变财政的支出方向，但是我毕竟有些很多东西它是既定有轨道，所以你也不能够随心所欲啊，没那么简单，不能够一言以蔽之。如果一言以蔽之，这技术含量就太低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我提供给大家，就是什么呢？我举总理的例子吧，政府嘛，政府钱在政府内。当年的李鹏，江泽民去了北京之后啊，那么江泽民是国家主席、总书记，李鹏是总理，他其实是先跟这个李鹏搭档。那么李鹏的势力很大，国务院整个的李鹏控制，然后第2年就把这个朱镕基调到北京当副总理，那么实际上是就去抢这个李鹏的权利啊。这个朱镕基很强势，非常强势，那么后面这个江泽民也跟他配合，所以呢，朱镕基很快的把这个李鹏手上的各种权利都给扒掉啊，都握在手里。最后握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人民银行啊，人民银行当时的行长叫李桂贤，是国务委员，那是李鹏的嫡系铁杆。朱镕基就说不行，这个李桂贤实在太烂，让他回家。
这个李鹏就说，现在我就剩这一个岗位了，你还要他弄走，那不行吧？李鹏就不高兴，不同意啊，不同意怎么办？这个朱镕基说，我当常务副总理，我管经济，你人民银行行长不听我的，我怎么管经济？也不行，非得弄他走。最后朱镕基说，行，我兼人民银行的行长，我亲自来接。江泽民中间就和稀泥，怎么和呢？就这样吧，哎，我们就这样，我们呢正好要做一个预算法，我们写一条，拿这个中央财政支出的1%到3%，成立一个基金。什么叫基金呢？总理基金。总理基金干什么呢？总理基金由总理支配，等于是总理的小金库。你看怎么样？李鹏一想，50亿啊，这上来就50亿啊，这50亿起跳。然后你每年拿1%到3%的中央财政支出当总理基金，这样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李鹏一听挺好，这个好事儿啊，这个是好事儿。结果呢，李国显回家，朱镕基就当这个人民银行亲自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然后就成立一个总理基金，就给李鹏花。这笔钱最后变成什么呢？到了后来50亿起步，到了温家宝，2011年温家宝是2012年下啊，2011年温家宝到了多少？500亿。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这笔钱已经变成500亿，500亿的总理基金就等总理的小金库，就是这笔钱呢，这叫什么？我把它叫做什么？我把它叫总理税吧，啊，因为这笔钱是中央财政随着中央财政的扩大而扩大，那50亿变成了500亿，它可以随意支出。当然，这里面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总理要到地方视察，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到地方这当时跟李鹏搞这件事情也有个说法，你这到地方经常有困难，你一到地方视察，地方政府就说，哎呀，我们有困难，那个总理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所以总理呢，你得老带着财政部长也不行，带着这些官员都不行。其实解决这些困难都是钱。所以呢，这个李鹏上来就很高兴啊，有这个50亿怎么办？我去哪视察？我只要带秘书就行。这秘书，哎，这个有困难是吧？那你困难有多大困难？哎呀，我们这个小学很困难，就需要50万修这个操场。来，过来，50万给他，搞定了。这个总理当得很过瘾，这就是财富起的作用，这就是权力变成什么？它发挥的这种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就是，当然你用钱能摆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啊。那他不需要去面对其他的问题，这就是总理税。我们其他的财富我不讲，我们就讲什么？我们就讲这个权利，它的权利所带来的收益，我们就以这个总理税。现在总理税多少？应该是700-800亿吧。啊，中央级财政收入2018年，大概有8000多亿吧，8万多亿吧，啊，8万多亿。那理论上来说，8万多亿这个总理基金，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啊，应该是维持了5年，2011年到2016年都是500亿，没有变啊，没有增加。500亿到2016年之后开始往上加，现在应该有700-800亿之数啊，这是总理基金啊。总理基金有没有主席基金？没有啊，至少我没听说啊。但是理论上来说，总理税1%，中央财政收入1%，那么主席税应该是多少？以我理解，习近平的权力比这个李克强大不止10倍啊。
那么总理税1%，那我们主席税3%，不过分吧？如果总理税1%是850亿，那么主席税3%就应该是2500亿啊。那么不用抢，不用争，不用去贪污受贿。习近平一年的主席税是2500亿，习近平至少不用去修改宪法，按照惯例就当10年，他应该有多少主席税？25000亿，25000亿就是他的岗位、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权利带来的这种收益，这种收益会改变很多东西的收益啊，就它其实就是财富的代币吧，你可以把它叫财富的代币。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给定一个数目啊，全部都在合法范围之内的，我认为习近平是25000亿的财富啊，他的身家应该是这个。至于说贪污受贿啊、抢夺啊各种，我们都不算，就是他合法的应该是有这么多钱，好吧？那么我今天就提供一个思考的维度和分析的框架，大体上是一个这个概念啊。那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在互动的环节来聊一聊，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意见啊，听听大家有什么高见，好吗？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 ，Behiring C 谢谢，魏唐谢谢。Tae Yong Tae 谢谢，刘玲谢谢啊，情绪，我这个古稀学童每天等着王先生的课，谢谢王先生的辛苦付出啊，谢谢啊，谢谢支持。观点，当习已经成为中国皇帝的时候，他的身价就不可限量了，习的身价只能通过家人的身价和治和来进行计算，也没有办法，不会太多的。他和家人持有的财富，我觉得不会太多啊，因为还是有不方便之处啊。大家要知道，中共党内斗争很残酷的，残酷到什么地步哈？我举个例子哈，这2年听得少了，前两年听武警啊，就是说他们身边的武警都会经常进行火拼啊，有这种情况，这个中共的习性嗜血，中共嗜血，就是说政治斗争最后变成什么？变成肉体消灭，就是暴力啊，最后演变成暴力冲突，这在中共党内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在习近平这个前些年吧，这2年听得少，前些年那真的是啊，所以那个时候习近平的这个保安级别非常高，现在保安级别也很高，就是上次我印象中是去武汉吧，武汉去小区说是上来就1-2万武警进去啊，这个级别都是这个级别啊。观点，当习已经成为中国皇帝的时候，他身价就不可限量，习的身价只能通过家人和身价之和来计算。我刚才念过，我刚才讲过我的理由，我不同意这种方法，就是你说他富有天下，或者我也不同意他的名下和他家人的名下会有很多的钱，我不同意，因为这个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的激烈啊。观点，非常同意王先生，很像奴隶主跟大管家的区别，大管家管理所有的家业，奴隶主拥有一切。OK， 情况墙内权钱是成正比。我有个同学是外围红二代，他和他姐姐的公司在我们的老家城市省会城市黄金地段建了8个楼盘，他算是亿万级的富翁。然而他很谦虚地说，
他认识的中国银监会的一个外围部门的处长的财富都是他不能想象的，非常正确啊。观点跟台湾政局一比，受贿规模帝王蟹脚比蚂蚁脚，这钱都是民脂民膏啊，这些政府还会有人支持？没有人支持，从来就没有人支持。但问题是他手上有枪啊。观点：习作为二代，给人感觉是对权力的无穷欲望，并非对财富的追求。是这样。到这个级别，那就是权力，权力比钱更重要啊。有权力能保住你的钱，没有权力，你的所有的钱都不是你的，都是你代持而已啊。观点：中国政府首脑的身家实在不能以数字来计算，他们的身家可以是这个国家和民众的命运，也显示了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这个政体还未能透彻的了解。OK， 观点：之前陕西很多油站背后是赵正永家，西安最近几年搞的新区有央企背景的物业，都是老习的人管的。领导去开会都说去北京见老大，真的是黑社会一样啊。那就是习是很黑社会的习气。提问：中共的独裁政权拥有的财富和权力是相关的，就如同封建社会是家天下，至少还可以为了家族的延续性进行比较有效的反贪污行为。但是中共的天下不是家天下，每一个上台的官员都只会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进行利益输送。为什么这样的政权还能够存在？难道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就这么有这么顺从的体制吗？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啊，没错啊，这个哪个王朝啊，这个都是家族。那么权力的更替都是根据血缘关系来传承。那么中共建政之后，这不是个家天下啊。好在什么呢？好在有一个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有效的让这个家天下变成了什么呢？党天下。中共把它变成一个党天下，就是大家共治。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上来说我们要集体领导。什么叫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原来是毛的天下，那毛岸英死了以后呢，这个毛的天下就没办法了，因为他没有女，剩下一个毛岸青，毛岸青是精神有问题啊，没办法过正常的生活。那他已经没有子嗣的话，他就没办法传承他的王朝下去。所以抗美援朝这件事情最大的收获，对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毛没办法把他的家，原来是有一个说法是叫这个沈阳军区叫毛什么鬼啊？他的侄子，但侄子不行，侄子大家不接受，所以实际上最后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一接下来说行，我们约定，我们没有谁的天下了，以后就是党天下，集体领导。集体领导的结果就是政局常委上政局常委，原来是5个，后来变成7个。那么政局常委其实按照原有的规矩，政局常委是平起平坐的啊，所以叫集体领导。总书记是代表，作为这个集体的代表，那慢慢的变成将慢慢营造自己的权利，变成一个他这个权利本来的概念就是集体领导，这就是党天下，不是家天下。党天下的特点是什么？党天下就是谁都不管不顾，反正我就能捞就捞，这就是大家庭跟小家庭的区别。大家庭的孩子出来就比较会偷懒，我不管，反正我能不干就不干，反正总会有人干，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不一样，党天下跟家天下是不同的啊。
那么顺从不顺从，问你自己咯。就是笔杆子跟枪杆子有没有那么厉害？真有那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提问王老师，是个人都会想到美国政府可以公布中共在美国财富这个大杀器，为何我们好像永远看不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你会把很多的钱放在美国吗？我觉得我就不会。你想一下，中共从它诞生那一天开始，就把美国当做假想敌。你会把这个钱放在这个美国吗？我不觉得中共会把钱放在美国。但是中共的钱，美国会不会掌握呢？我觉得是有可能掌握的啊。公布他的个人财富，这只是中国老百姓的想法。你要翻过来，用美国政府的思维想一下，他为什么要公布中共这些官员的财富？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什么？你公布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对吗？你想一下好吗？观点似乎中共顶在最上面的人，反而子女并不发达。毛的后人、邓的后人、姜的后人也是个选择。要了权力，其他就要放弃。站在最前面，有多少人被多少人戳着？很对。这里面还有一些，你看毛的后人就毛新宇了。现在你看毛新宇，毛新宇是什么？大家在毛新宇身上看见什么了？反正我看见就是报应嘛，是不是？邓的后人邓的后人你看起来什么情况啊？姜的后人还好就你看毛邓姜比较好的还是姜吧邓高位截肢高位瘫痪。观点：生产资料国有也就是土地属于国家，而国家这个词宏大虚势，而不是实体。换句话来说，土地是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权力越大，控制的土地资料越多。中央政治局数百人，加上七常委，掌握着全中国的土地资料，把土地高价转卖给市场，通过市场变现，每个人都富可敌国。OK。情况我之前跟一个官二代小粉红吃饭，他支持共产党，我想到了，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反对共产主义，他十分鄙视毛泽东和毛的那一套理论。不仅如此，什么文革大饥荒，连长春围城这种事情都知道，而且绝对学的是西方经济学，说的奥地利学派也不过分，一点都不左派。中美贸易战之前还是川普的铁粉，反而总骂我这个总喜欢民主自由的白左，政治正确。其实他们就是既得利益的心态。OK， 情绪，现在的党官贪污的数目字就像天文数字。当年三反时，我父亲被打成中南军区最后一个贪污大老虎，要从我祖父从美国寄钱回来补偿，后来平反后才把钱退回。OK。观点：普京独裁到2036，包子也差不多，真是独裁绝代双包，老天爷不会饶了他们的。好吧，老天爷经常，我们经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自我安慰啊。我经常看到的是，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得看在哪儿。你得看在哪，在中国肯定不是这样啊，在中国就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啊。观点：感觉习近平现在的样子很像当初袁世凯称帝，历史总是不断的循环。袁世凯称帝呢，老实讲呢，这件事情呢，被国民党袁世凯也是被国民党污名化，这个后来共产党再踩上一只脚。袁世凯称帝有他误国之处这个没有错。但以袁世凯本身大家要重新的去看看他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被我们的课本就是课本误导就是说
袁世凯称帝当然违反了当时的主流民意啊，但是也不完全是这样，也不完全是这样。所以这里面，习近平要是再做一期，肯定是违反现在的主流民意嘛，对吧？啊，你说呢？啊，情绪，中国人6亿人存款为零，习近平至少一项就是25000亿，但一说到全民医保就没钱，义务教育还是在扒皮，无数百姓为了蜗居的住房痛苦终生。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要相信没有约束的任何绝对权利，非常正确。那你看一下，这些，你去到医院去看一下，你就知道多少人间悲剧，每天都在中国的医院发生，啊，就是为了全民医保这件事。我们不要说这么夸张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最低的安全网，不过分吧？要多少钱？没多少钱。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公立医院，那扒皮扒到什么地步？那住个院那多少钱？老百姓那哪给得起？那是往死里割，就割韭菜，那就往死里割肉啊！情况，独裁暴政是万恶之源，但国内现在民间现状也让人忧心，尤其是底层已经出现义和团红卫兵的势头。连在饭店吃饭都能听见人们讨论如何灭美收台，中国如何将称霸世界。他们对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不理解，对自身处境不反思，对弱者没有同情，对权力疯狂的崇拜。非常好，这总结的非常到位。观点，对中共的这些领导人身家估计的确很难量化，因为他们非常多的财产是由一些白手套代持的啊，比如至今为止掌握资金量最大的是温家宝，估计掌握的资金量接近10000亿人民币。而习近平在上台之前，他的家族财富在中共200多核心家族中位于中间靠后的水平。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应该多了。提问：习这么贪婪权力，是不是已经有权力传给后人的想法，所以没有产生捞一票的想法？第一，你怎么知道他没捞一票？他也许捞了一票，我们不知道，这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只有一个女儿，合法的，所以传给后人，这下没戏吧？而且你看，从姜开始都没有传给后人的可能性啊！我不觉得习有这种可能性。观点：普京、金正恩和伊朗，独裁权力牢固，但国家并不富裕。习近平想要党有钱，国家有钱，而老百姓没钱，权力也稳固，靠的是洗脑和暴力。提问：江泽民当年为什么不想让朱镕基到北京？两个人有矛盾嘛？一个书记，一个市长，那是啊，两个人都爱出风头。习近平江泽民很爱出风头，然后这个朱镕基也爱出风头啊。我听过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报告，我都听过。那个时候没有视频，都录音带，都是很厉害，都是那种侃2个钟头不需要讲稿的人，而且很有条理，很清晰，思路非常清，都是能力很强的人。就是上海这个庙里面有两尊佛，都很厉害，都很强势啊，嘴巴上都说的很好听啊，这个容基同志怎么的，这个泽民同志怎么，但是脚底下手上面都不闲着，所以他不想让他去啊，不想让他去。那所以我经常其实对邓小平都有个共识，就是邓小平真的是没有政治信用的人啊，他答应了啊，行，好，你来吧。第2年把他调来啊，就是这样。他是个没有政治信用的人。那个像什么陈其同跟肖扬写信告状，左手就交给这个江泽民。所以，然后给毛泽东写信，痛哭流涕啊，认错，写检讨，我永不翻案，结果不就翻案了吗？
所以邓小平是没有政治信用的。提问：习近平修宪能连任第3期吗？不知道，这个真不好说啊。从最近的势头来看，明年20大啊换届，最近势头好像习又回来了啊。这场疫情对他的冲击已经基本上结束啊，他又差不多又回到原来的这种权力状态，但是也不好讲，有些东西我们看不到啊，我们只能是中国的宫廷政治，宫廷政治的特点就是不透明，不透明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有一种叫黑匣子理论，我们只能通过外部的一些现象来分析这个黑匣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面有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那有些人说政局常委开会，谁说什么话，谁说什么话，这种不要相信，那是不可能知道啊。提问：朋友最近从国内出境，换登机牌的时候被告知他的证件只能在国内待3个月，用的是中国护照，国外永居，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回国限制会越来越多？非常正确啊，非常正确。国外永居理论上都要你取消这个户口的了啊，应该是啊。我上次印象中我们做过这个专题。情况：我们在北京的四合院请了2个油工在外墙刷灰色涂料，结果2个小时后出来一看，院子外的绿色植物都变成了灰色，绿植和地面都变成了灰色。但在美东，我们的厂房6000米左右，6个当地工人在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下，靠着机械设备，冬天上冻基本不是问题。解冻、换地、打地基，严冬中厂房拔地而起，4个月建好交房，干干净净，完全不用另外请人打扫开荒。中国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更多的不集中力量办的小事，不代表真正的国力。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那真的是，那真的不是差一星半点。啊，那这个大家知道，你请2个油工，也就是个2个农民工嘛。那2个农民工呢，今天给你刷墙，明天去泥水，后天去做木工，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提问：翻看历史痕迹，各种制度的翻转都有青年学子的身影，但如今中共思想控制了好多中国学子。请问王老师，中国的民主化究竟要依靠谁？靠每个人嘛，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啊，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去评估的。我们当然要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年轻人有更多的活力啊，年轻人视野开阔，年轻人没有包袱，所以年轻人更有希望，所以我们应该寄望于年轻人。但是啊，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又权儒主义，各种小粉红啊，各种洗脑啊，都也很多啊，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啊。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的民主化只能寄望于中国人自己啊。那当然，以这个为前提，我们需要更多的国家帮助啊。当然，核心的是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支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力量。那么经常有人讲啊，你不能够指望美国人，不能指望欧洲人啊，当然不能指望，这个话就不能这么讲，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别人啊，我们要指望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要大力的寻求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疑问。没有这些帮助，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我觉得你也不要抱有什么希望。为什么？你看看中国的工业化，你就知道了。你从近代史，我们在清以前我们都不说，中国的近代史哪一件事情不是西方国家提供的帮助？你说说看，中国的每一个进步，你看得到的进步，从清开始，再往前我们不说，从清开始，
中国的每一个进步都得到了西方文明的支持。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支持，中国人还在随地大小便呢，你说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指望自己，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尤其是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情绪，王先生的节目质量太高了，多谢王老师的辛勤工作。作为在去年选举中考虑再三，仍然选择了川普的选民，看到现在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进步和成熟，非常庆幸美国民主制度的强大。美国土生土长老百姓里，过去1000年出现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落者，反观中国大陆移民中很多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在美国获得了一定的业绩，但看到了中国的威胁，包括推广他们所谓的制度优势，甚至思想意识，因而感到焦虑。我也算其中一个。川普的支持者很多人对很激烈的反共啊，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啊。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不管是川普的支持者也好，拜登的支持者也好，民主党的支持者也好，共和党的支持者也好啊，现在选举已经过去了，结果已经有了，就要让我们支持美国政府，支持美国的总统，支持他们的施政啊，以这个为大前提来提出不同的意见，提出讨论，提出争论，这样为好。这样呢，我们才会有结果。如果仅仅是说我支持某一个人，然后从头到尾都是支持他的，我觉得那就太狭隘了啊！我的立场就是这样啊，我经常，比如说昨天我们讲那个拜登总统的这个基建计划，拜登总统的基建计划我是支持的，我是支持现任美国总统的基建计划。我不是因为支持拜登，而是因为支持他是美国总统，所以我们要这么看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这个结就容易解开啊。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我现在还在推特上遇到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在我讲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基建计划的时候，在下面大骂这个拜登不是一个民选的总统，是一个窃取政权的总统，窃取政权、窃国者等等，这么大骂，我觉得我直接就把他拉黑，因为没有必要去争论，现在没什么好争论，没有意义。如果现在还没有把这事情看明白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讨论啊，好吧，大概就是这样。我非常欣赏有一些网友啊，有一些网友就是他其实还是很支持川普，但是他知道有什么对美国好，于是他就去支持那些对美国好的，但同时他又支持川普。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容易啊，就是说中国人要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所以我是蛮理解这种心态的啊。这个网友这么说呢，我觉得完全理解他的这种心态啊。提问关于拜登基建计划，请问王老师，为什么电动车占这么大比例？如果是半导体、软件、AI 可能未来主宰国家霸权的科技，这些还能理解，难道背后的电池能源技术还是纯粹发展电动车就是需要这么多钱？我不知道，因为他说的是跟电动车有关的这方面的东西啊，它不是发展电动车啊。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名字呢，它里面有很多的细项没有讲出来，所以我们光看名字，当然它放这些名字上去是有原因的啊，就更容易获得支持，所以我没办法解释啊，我要看细项我才能够说啊，肯定不是你说的只是电动车的问题，不是的。不是只有电动车，电动车怎么可能那么多钱呢？不可能的啊！观点：中国人自认中华文化5000年源远流长，但恰恰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蒙蔽了我们走向普世价值的路，还是在做天朝上国的梦。所以，一旦发现有其他文化对我们产生冲突，
很多人的玻璃心就出来了。所以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愿意接受新思想，不愿意改变，要不然也不会封建帝制传了2000多年。提问：当枪杆子、笔杆子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中，中共的统治是否有可能？是否只有通过外部干预才能瓦解这个政体？我们这种假设没有太大的，我们没办法假设这个进程啊，因为这个进程你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你没办法假设这个进程。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从一个大势上分析，所以我没办法评价啊。情绪，祝王老师今天顺顺利利打完第一针疫苗。好的，谢谢啊。明谢，韩温静，谢谢 VV， 谢谢 Regit 王，谢谢，感谢王老师，这集太精彩，谢谢 Simon Lin， 谢谢。相信台湾经验可以帮助中国的民主化，是的，台湾经验可以参考啊，台湾经验可以参考。那么另外呢，我今天去打疫苗，我的时间是1点20分，我会早点去啊。那我早点去，我是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直播一下。但有些地方可以，有些地方不可以啊，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可不可以。不管怎么样，我会试一下。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我直播的原因就是想让很多网友看一下，现在疫苗到底是怎么回事，打疫苗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有别的，没有太多的想法啊，只是因为我们有个这样的，我有这么多网友他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试一试，好吗？不行我们就算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